晓的真傻。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知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明月光，依偎你肩膀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真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。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。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。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。阿贵啊，有时候我就很好奇，别人有什么事情呢，都是向后退，你干嘛要往前冲呢？大人，阿贵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多少我还能琢磨一点。过2天就职大典人多眼杂，你想借此除掉少爷，接手军器所这样的机会，一定要利用好。对，我要的就是这个人多眼杂。你现在可以算得上是我的知己了。那大人，你需要做什么，你就说。你可以帮我找一样东西，其他的暂时还帮不上忙。这些是给神威将军准备的吧？是，也是给我们军器所的少主金元宝准备的。哼，到时候他会发挥很大的威力。长风，长风，今天都没看你出门，你在干嘛？这都看不出来啊？我在收拾东西啊，准备搬家。搬家？啊？你要搬家呀？当然了，你都要搬出金府了，那我自然也得搬。我都想好了，反正我呢也不是金府的人，我老留在我娘眼皮底下干嘛呀？她呀，看我做什么都得说我，我还不如跟你一起搬走得了。长风，你实在不必为我做这么多。其实吧，我这也不全是为了你。你想想啊，这里这么多东西，都是我积攒了好几年才积攒起来的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架子，这都是我跟元宝亲手定起来的。一说突然让我离开这儿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但我觉得元宝说的对，既然想要得到什么，就得付出。我既然想要娶你，那我肯定就要考虑到你的处境啊。我要跟你一起离家出走，一起搬出去。我不能总是被人看扁吧，对不对？只是这搬出去以后呢，什么都得重新开始。雪儿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愿意。长风打算跟我一起搬出去了，是吗？那他舍得他的医馆吗？长风打算跟我一起搬出金府，然后到外面去生活。刚才我还在跟他一起整理东西呢。这么快就整理东西啊？
等我们搬出去以后，你就把整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元宝吧。等你们搬出去以后，我会把整件事情都告诉元宝。我会告诉他，我不是江小轩，我是玉麒麟。告诉他我的身份是假的。小轩啊，我也不怕你笑我。我虽然一定要告诉他，但是我真的怕失去他。你对他的喜欢不是假的，你为了他甘愿去挡箭，几乎失血死掉，所以不是假的。你们彼此相爱，这就更不是假的了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等我走以后，你就把整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。这么长时间，你们情投意合，我相信你的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可能元宝开始会发怒，可是到后来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。我相信你。你不用相信我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还有元宝。我相信他，我不怕。这是你要的铁球，你看看大小合不合适？尺寸应该一样。这个铁球怎么用来做手脚？你看一下这个，这个球的直径和神威将军的炮膛直径是一样的。你是说，少爷在就职典礼上要亲自点燃那门大炮？是啊，神威将军就是军器所最新铸造出来的大炮，第一次试点，万一炸了膛，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这个铁球就是要放进炮膛的？对，下面人办事不力，没有清理好炮膛，炮膛里有异物，点燃之后炸了膛，刚好炸死了新上任的少主。你说，如果是夫人知道这件事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大人，让我亲自把这个铁球放进去。不必了。第一，你不清楚炮膛的构造，我相信你放不好。第二，军器所把守得很严，我进去都很难，更何况是你。你想今晚前行进去，要不要我接应你？大典当天，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把它放进去。到时候由少爷亲自点燃神威将军，来彰显他的威严。姑妈，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小轩这个主意好啊。哎，文昭啊，办这样一场庆典，要花费不少银两吧？我想怎么都要1万两银子吧。我也估摸着1万两差不多了，都是火器大事嘛。你好好办，不要吝啬银子。姑妈真是明鉴，有姑妈这样的行家里手掌舵，少夫人做事又缜密，文昭我做事真是轻省了不少。好了，不要拿姑妈开心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去现场看看，看看还有什么疏漏。小轩现在也应该在那儿，你多指教指教他。少夫人也在那儿啊，这2天，他们2个人好的呀，天天黏在一起。元宝在哪儿，小轩就会在哪儿。现在元宝在现场，小轩肯定也会在那儿。刚才呢，我已经到那边巡查过了。你们记住，以后所有的物品都要分门别类，以便提取方便。还有你，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夫人，所有的物品都要有专人负责看管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下去吧。是。
你怎么样？怎么进来的？夫人让我过来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帮得上你的。这里没什么你能帮的，回去吧。是。等等，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拿出来看看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上不了台面也要拿出来看看。嗨，原来是块石头啊！是啊，就是一块破石头嘛。现在知道窖上的石头多，让我给他捡一块回去放到他的鱼池里面。这妹妹有所托，哥哥当然得做。一块破石头，搞得神神秘秘干嘛？我没有神神秘秘的，是少爷您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？好，我错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他是你表哥哎，你客气点。我很客气了，下次我会改进，好吗？加一个。小心！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表哥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表哥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多亏你了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，表哥。没事，一家人应该的。你们两个没事就好。快叫大夫。是。啊！给倩倩的石头，可惜了。没事，不重要了。我看这几日你们忙的也都差不多了，后天就是吉时，易动土、搬迁、上任。我看要不咱们的就职典礼就放在后天。元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让我没问题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该检查的也都检查了，就等那些繁文缛节的虚礼赶紧结束就上任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小轩啊，你呀得把他看紧一点，不然到时候他心血来潮，再搞点什么事情出来。他看我，他连自己都看不好。姑妈，我觉得就职典礼那天，少夫人最好还是不要出现。我那天去军器所，脚手架倒塌虽然只是一个意外，但现在已经有些传闻，说是因为当时只是因为有女流之辈在场，不太吉利。表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娘掌管军器所20多年了，你怎么不说她是女流之辈啊？我也知道这些是无稽之谈，只是这些工匠士兵啊，他们拜鲁班拜关公，迷信至极。如果他们认定是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如果少夫人当时还在场的话，我只怕他们心存怨怼和不满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听到有人在议论，说是神威将军饰演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少夫人在场的话，怕是会给我们军器所带来更大的祸事。什么祸事啊？哦，难道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女人生的？什么吉利不吉利？我看根本都是借口。他们呀，根本就是看不起女人，对女人有偏见。哦，那按照他们的意思，那边的什么蚊子、苍蝇、老鼠、跳蚤之类的，还都是公的呀？小轩，没错，这当然是无稽之谈。但是你知道，人心是很复杂的，人的嘴也很碎。那到时候有什么闲言碎语或者出什么事的话，算在你头上，那也不好吧？我明白表哥的意思。不错，他们说，女人掌管家业是犯大戒，这个我自然是不相信。
但我们不相信，人家相信啊。现在正是元宝上任的时候，最需要安抚人心了。小轩啊，我看你就职典礼那天就不要去了，以免人家议论。就像元宝说的，万一以后军器所出什么差错，会被大家追根溯源的，以为都是你招惹来的啊！我们金家不用找这些麻烦了。那既然娘跟元宝都觉得这样好，那就这样呗。小轩，没事的啊，一个典礼而已，以后还有机会吗？对对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等我们元宝的位子坐稳了呀，咱们金家的少夫人，自然是要站在他身边的，啊？是，来，大家喝一个，没事，没事，好，来。房子已经找好了，我跟长风下了定金，明天就可以搬出去了。麒麟，等我们搬走以后，你万事都要小心呐。我肯定没问题。不过你们两个在外面也可得万事小心啊。我们每隔几天还是要见面的。当然了，麒麟。小轩，哎，小轩，我马上就要搬走了，你知道了吧？我知道，雪儿正跟我说这件事呢。哎，郭长风，你就不怕你娘追杀你啊？怕什么？我是他儿子，他还能真的杀了我呀？到时候如果他哭的话，我就比他哭得更厉害，不就行了？哇，连你都学会威胁人了！哎呀，完了，这天底下连老实人都没有了。行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赶快回去吧，我和小轩还有那么多的话要说，晚上我们就得搬走了。哎，行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啊。真的是好险呐。好了，快熬出头了。你知道我有多希望尽快的把我们名字换回来，身份换回来。麒麟，我还有件事情想做。不管怎么说，喜儿都是死在金府的。如今我要离开这里，我必须去河边祭奠她，然后带她一起走。这个当然要。那待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，我们一起接喜儿回家。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军器所啊，还是要做大炮、做火筒。喜儿，你生来孤苦无依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。不管你怨我们也好，恨我们也好，你都是我们的亲人。你在那边要是缺吃少穿的，一定要记得告诉我。喜儿，你自小就进了江家服侍我，咱们主仆10几载，感情深厚，最后却因为我的自私逃魂，导致了你惨死。喜儿。
儿，我江小轩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怨我的，你怨的没错，你应该怨的。我是你的小姐，我不但没有照顾好你，还害得你石沉水底。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，今后我唯有为你多多祈福，但愿你来生父母双全，衣食无忧，再也不用飘零。喜儿，为了实现我的心愿，阴差阳错地嫁到了金府。我本来以为可以很快的收场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喜儿，我和小轩一样，盼你能托生个好人家。我还有个自私的念头，我们来生要是还能相聚，就让我于麒麟做你的亲姐姐，用一辈子爱你、疼你，好好补偿你。麒麟，回家吧，回家了。跟小轩回家，回家吧。还没睡啊？正好，陪我聊聊天。哎，先别说。别跟我说话，别影响我工作。这个南柴胡、北柴胡虽然都是柴胡，区别还真大。长风，假设你手里面明明拿的是萝卜，卖药的却骗你是人参，你会怎么办？这明明就是柴胡嘛。柴胡无所谓真假，柴胡有南北之分，药效大相径庭。我是在问你，假设你最在乎的人、最信任的人，一个值得你永远托付的人，比如说雪儿，她是假的。你会怎么办？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都是假的，名字是假的，身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那人是真的吧？什么人是真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你听不懂人话。我当然听得懂了。你不就说，如果这个柴胡有人管它叫人参，我还要不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上等的柴胡。不管别人叫它是人参，或者是山药，或者它自称为是冬虫夏草，它就是上等的好柴胡，无所谓真假的。好，那我换个说法问你好了。问。如果你发现雪儿在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瞒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雪儿那么爱我，那么信任我，还有一件事情要瞒着我的话，那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，不能让她完全放心。你还真是一日三省吾身。你想想，啊，你说我跟雪儿感情那么好，她竟然还有事情瞒着我，两种可能性：第一，就是我做的不够好；第二，或许她有什么苦衷说不出口呢？什么苦衷？那就不好说了。苦衷嘛，人人都有的。
没事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雪儿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假设而已。长风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。希望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假的？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坐。怎么那么大的烟火香烛味？我跟雪儿去河边祭拜了一下喜儿。是啊，喜儿伺候你们俩那么久，却死于非命，你们祭奠她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我跟雪儿心里都很难过。是，你和雪儿心里都很难过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是。这个憨憨实实的，可比真人可爱多了。金元宝，那是不是证明以后你就是我的人啦？是。我把我自己送给你。来。小轩，我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隐瞒，我的心意你也应该都知道。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元宝，我对你的心意也绝无半点虚假。元宝，这个是你爹的盔甲，你和你爹真的很像。我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了，知道要承担祖宗的家业、家族的责任了。元宝啊，金家的荣华富贵，上下几百人的安危，全系你一身了。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都要承担起这份责任。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？很好。我知道。坐。你要知道，我们金府得以存续这么多年，靠的是居安思危4个字。元宝，你要时刻记住，朝廷格局变幻莫测，我们终究要倚仗的是皇上。太后、太子信任倚重，太后是信任我，所以才把军器所交给我掌管，再把她的嫡系江阁老的千金指婚给你。所有这些，既是恩典，更是鞭策。你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如果有半点闪失，关系到的
不仅仅是几个人，甚至是几百个人的生命。娘，包括我的婚事，也不能有半点闪失吗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当然包括你的婚事了。元宝，你从小，娘就不怎么约束你，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。唯一娘对你有所歉疚的，就是逼迫你接受了太后的御赐婚姻。不过所幸，你和小轩的婚事还算情投意合，这叫娘的心里好受了很多。娘，我明白您的处境。如果假设我跟小轩有一天不再情投意合了，我想要休妻或是和离的话，不能有这种事情。元宝，这是太后御赐的婚姻，牵涉到朝廷格局。你以为这是百姓婚姻吗？可以休妻和离？如果你想要休妻和离，那就是把你娘和金府上下几百人的性命放在了刀刃上。如果是他江小轩提出的和离，不管是什么缘故，恐怕他这条小命也要保不住了。所以，元宝，这藐视天恩的欺君大罪，不管我们金家被朝廷多么倚重，都是承担不起的。照娘这么说来，我们就必须一直这么和美下去了。是的。元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又和小轩吵架了？我没有和他吵架。可是娘，万一我跟他吵架了怎么办？就是因为她是我御赐的老婆，我就必须事事让着她，连架都不能吵吗？瞎说！你们小两口只要恩恩爱爱，居家过日子，总会有磕磕绊绊的。你放心，这种闲事太后是不会来管你们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让娘替我担心了。我呀，放心，我的元宝说话算数。从小，元宝答应娘的事情，就从来不会做不到的。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没睡好啊？元宝，军器所这摊子这么大，一定要沉下心来好好研究，不能心急，否则的话你累垮了身子，可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娘，我想搬到军器所住一段时间。我不是刚说了，每件事情要慢慢的来吗？是。不过，军器所20多年的积累要接手，而且下面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。我相信你也不希望我让他们看笑话吧。我住过去之后，起码有个威慑，还可以跟工匠们打交道，让他们知道我金元宝不是靠祖宗基业吃饭的家伙。您说是吧？我的儿子真的是长大了。去吧，每个家主都要经过这一关的。娘放心，娘知道你会把这一摊子管得非常好。元宝，娘知道你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。哎，元宝啊，你搬到军器所的事情有没有跟你媳妇说呀？你可别想着这是什么小事。女人最怕的就是丈夫不在身边。
更怕的是丈夫不在身边，还不给个说法。元宝啊，你跟小轩好好说说，让他安心的在家打理家务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好端端的闹出什么事情来。这御赐的婚姻，可过得一定要和美，才完美。您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哎呦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您来的正好，少爷让我跟您说一声，他最近啊住在军器所里面，一日三餐都在那儿吃，让您啊就安心的在家，不用为少爷操心了。没说为什么要住过去啊？哦，住多久啊？应该是工作繁忙吧，住多久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让我把当季的衣服都带过去，想来时间不会短。少夫人，您别生气，少爷这不是为您好吗？在军器所总比在捕快房要好吧？您就安心的在家等着少爷给您正诰命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贫嘴了，赶紧去吧。见到他替我告诉他，必须好好的乖乖的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睡，然后等他工作忙完之后，赶紧给我回来。知道了，母蚊子我都不放进一个。我走了。哎，少夫人，您这链子真漂亮。元宝呢？军器所呢？吃那儿住那儿了。为什么呀？尽快上手呗。他这人你还不知道啊？什么事儿都要高人一头。这下好了，看到自己对金器制造一窍不通，还不把他难受死啊？就算10天不睡觉，也得拼命赶上。那你不去照顾他？他在那里面，我怎么去照顾他呀？再说了，他大少爷在里面也是被人伺候的命，有吃有喝，困了有床。哎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他呀，在里面安心的做他的事，我呢，在这安心的等他出来就好了。金元宝最近有问题。你听我跟你们解释啊。他最近思绪混乱，头脑不清晰，偶尔还有轻微的暴力倾向。前段时间还砸了我的药罐子。啊，就他这样给自己过大的压力，那可不是完美的养生之道啊。小，我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，阴差阳错的嫁到了金府。我原本以为真的可以早早的收场，可是没想到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下辈子让我做你姐姐，一辈子爱你、疼你，好好的补偿你。元宝，我对你的心也绝无半点虚假。报，少爷，门外有个女子大喊大叫，要求见你。有没有说是谁？她说她是您表妹。好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你们快放我进去！站住！你们，我是至亲，懂不懂？至亲，懂不懂？没有手谕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金元宝是我表哥，我现在是来找他了，你懂吗？必须得有手谕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原来是表小姐啊！少爷说了，让她进去。请，请。你怎么有空过来？
心里惦记你，就来看你了。怕你在这儿没什么好吃的，特地呢给你做了点吃的带来。这些都是你平时爱吃的菜，我让厨房啊专门替你做的。不用搞那么麻烦。不麻烦，我心里想着你就过来看你了嘛。嫂嫂她没有来吗？你嫂嫂可能在忙一些府里面的事情吧。她忙什么？整天和顾长风还有她那个好姐妹在一起，忙进忙出的。我看她精神都好得不得了。表哥，你吃菜啊？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表哥，我心里可随时都记着你呢。你什么时候回府啊？这个不好说。好吧，表哥你吃。表哥，你怎么突然就搬出来了呢？不是和嫂嫂吵架了吧？别胡思乱想，军器所的事情多，我搬过来住，好打理一些。表哥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上次喜儿出事了，嫂嫂为什么要收拾包袱走呢？害我在公堂上白白冤枉了她，她到现在应该都还在怪我吧？是啊，在那样一个节骨眼上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又不加解释，你怀疑她也是很合理的。没错，她没有理由怪你。就算她怪你又怎么样？你是你，她是她，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表哥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怕因为嫂嫂你会怪我。怎么会呢，傻丫头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来人，在，送表小姐回去。是。表哥，那你早点回来。我会的。我先走了。表小姐请。